B2获得新战绩，对胡塞展开空袭，美伊已经确定进行有关核协议的谈判，结果会如何？大西洋新战争，俄罗斯传感器出现在英国海域，疑似锁定英国核潜艇。澳大利亚海军面临新困境，奥库斯核潜艇计划或将下马，这是为什么？英威尔士亲王号打击群新成员，无人机运输中队首次部署印太。精彩内容马上开始。之前我们聊到了 B2 驻扎迪格加西亚空军基地，现在我们来更新一下数据。根据战区网站从行星实验室获取的卫星图像显示，至少有6架 B2、6架 KC-135出现在迪格加西亚岛。美国空军现役 B2 也就20架，6架 B2 也就意味着整个机队的30%都部署在印度洋前沿。考虑到维护和其他因素，只有一部分 B2 可以随时执行作战任务。也就是说，美国空军派出执行任务的轰炸机比例要远远高于30%。这6架 B2 摆在伊朗脸上，可不只是威慑。随着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 B2 也亲自上阵，获得了新战绩。根据 CNN 与战区的报道，美军证实部署在迪格加西亚空军基地的 B2 已经参与了空袭行动。可惜的是 ，B2 这次炸的是胡塞武装，而不是伊朗。当然，这也是杀鸡儆猴，炸给伊朗看的，也可以理解为美国进一步向伊朗极限施压。这不是 B2 第一次打击胡塞，在2024年10月，作为打击胡塞在红海袭击国际航运的反击 ，B2 对胡塞的武器储存设施进行了袭击，包括地下设施。就结果来看，胡塞武装5个加固的地下武器储存地点被摧毁。说白了，这也是对伊朗的警告，别整天想着亮相地下导弹基地，没用。不过在这次袭击中 ，B2 的集结点是澳大利亚的廷达尔基地，不是迪格加西亚空军基地。至于 B2 轰炸胡塞获得的新战绩，暂时还处于未知状态。之前我们聊到 ，B2 是唯一能够投放 GBU 武器的军用飞机。胡塞武装和伊朗一样，拥有庞大的地下设施网络，只能说美军可能会用到这种武器。B2 轰炸胡塞的具体时间、目标以及武器，各大媒体都没有报道，美军也没有透露。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对外部署 B2 航母打击群，那是真的贵。根据 CNN 的报道，3名了解行动进展的人士透露，短短3周时间内，美军打击胡塞的行动总成本已经接近10亿美元。当然，花钱也是有效果的，最起码美伊之间的核谈判已经有了新进展。4月7日，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之后，放出与伊朗展开直接谈判的消息。按照特朗普的说法，直接谈判已经开始，4月12日将进行一次高级别的重要会议。如果谈判不成功，伊朗将面临巨大威胁。数小时后，伊朗外交部长也证实了这件事，表示美伊双方将在阿曼举行间接高层谈判。美伊核谈判在阿曼举行，霍利军并不意外。长期以来，阿曼都处于中立状态，奉行不结盟外交政策。问题在于，美国宣称直接谈判，而伊朗却咬定间接谈判，那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呢？根据伊朗官员的透露，在进行谈判时，美伊代表将坐在不同的房间里，由阿曼外交官传递信息。如果间接谈判进展顺利，伊朗将愿意进行直接会谈。从美国的角度来说，这的确算是一种直接谈判，就相当于拿个手机通电话。而伊朗之所以咬死间接谈判，也是一种无奈。在美国极限施压的政策下，伊朗货币大幅贬值，石油出口严重受阻，加上特朗普频繁发出军事威胁，以及 B2 轰炸胡塞，伊朗认为有必要与美国达成新协议，但又想要为自身争取更多的回旋余地，于是找了一个中间人。谈判结果如何，霍利军将持续关注。大西洋之上，一场悄无声息的战争已经开始。俄罗斯传感器出现在英国海域，这是要锁定核潜艇吗？英国媒体揭露，英国军方在海底发现了多个安装在海床上的俄罗斯传感器，部分设备甚至被海浪冲上了岸边。俄罗斯部署这个设备的目的，疑似用于监视英国核潜艇，已对英国国家安全构成了潜在威胁。
根据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俄罗斯想要搜集英国皇家海军4艘先锋级核潜艇的情报，这些核潜艇属于英国海基核威慑的核心力量，可以确保在任何时间至少有1艘在海上执行秘密巡逻任务。按道理来讲，这种武器的保密程度很高，安全性也必须拉满，那为什么俄罗斯传感器都能部署在英国海域呢？报道中也提及了这个问题。目前，俄罗斯拥有一支专业的水下作战与间谍舰队。根据了解，在海底作战与情报搜集方面，俄罗斯的间谍舰队很可能已经超越了英国与北约。根据过去一段时间的调查，星期日《泰晤士报》也掌握了更多线索。除了间谍舰队，俄罗斯的无人潜航器也疑似长时间潜伏在欧洲海底通信电缆附近。自乌俄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加强了对欧洲水下基础设施的监视以及潜在破坏活动，其中包括网络缆线、能源管线及军事通信线路。在过去的15个月内，仅在波罗的海地区至少有11条海底网络缆线受损，并且有部分损害是船只故意在海底拖曳锚具所导致。按照消息人士的说法，持续拖曳需要保持引擎全开，就差明说这是俄罗斯刻意所为。为了应对此类威胁，英国主导的联合远征军已经启动北欧守望者的反应系统，利用人工智能追踪俄罗斯影子舰队的动向。在2024年12月，爱沙尼亚与芬兰之间的海底缆线受损时，该系统就被触发。英国政府也获得可靠情报，一些由俄罗斯寡头持有的超级游艇也很可能被用作水下侦察平台，为俄罗斯提供海底情报支持。俄罗斯的间谍船琥珀号在2024年还曾靠近英国海岸，其水下研究计划主要由深海研究总局负责。就像一位英国高级军官说的那样，大西洋无疑正悄然上演着一场战争。这场自冷战结束后持续的猫捉老鼠游戏，如今正再度升温。我们正目睹规模惊人的俄罗斯活动。当然，核潜艇这种东西，那是在全球海域行动，不单单只部署在英国海域附近。除非俄罗斯的间谍舰队可以强到部署全球，要不然根本无法追踪英国核潜艇。引用一位英国高级军官的话来说，英国的核威慑力量将如同过去56年一般，持续在全球海域中不被侦测的巡逻。澳大利亚海军面临困境，可起降直升机的水面作战舰艇严重不足，核潜艇的未来也不好说。根据海军新闻报道，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在舰艇方面面临新的问题。在直升机方面，其现在拥有23架赛考斯基生产的 MH-60R 直升机，这是澳大利亚2011年订购，2013年至2016年获得的反潜直升机，也是除美国之外第一个获得该机种的国家。在2022年的时候，澳大利亚又采购了13架，预计从2026年第2季开始交付，2032年达到全作战能力。不过，即使拥有数量庞大的反潜直升机，其可起降直升机的水面作战舰却是严重不足，只有10艘，分别为3艘霍巴特级、7艘纽奥军团级，而且后者将在2026年退1艘，导致可搭载直升机的舰艇总数下降至个位数。不过，按照澳大利亚国防军的说法，直升机的数量不是问题，毕竟36架直升机还有战训与维保周期，除了在舰艇上部署，或许还会在信天翁基地进行维护。以上这些说法，大家看看就好。就战力来看，未来的澳大利亚皇家海军水面作战舰艇数量的确很多，将达到26艘，除了3艘现役的霍巴特级、6艘现代化的纽奥军团级，还有6艘同样搭载宙斯盾的亨特级，以及11艘属于2级舰的通用型。问题在于服役时间太短，亨特级与通用型最快要等到2029年才能服役，澳大利亚还得熬过3到4年的过渡期。在这一段时间里，直升机会存在一定的冗余，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除此之外，澳大利亚海军的核潜艇项目也出现了一些问题。2025年3月份的时候，原澳大利亚潜艇研究所所长、退役海军少将彼得·布里格斯在英国卫报上发表的文章称，澳大利亚目前的奥库斯核潜艇计划正在浪费时间，需要采取 B 计划。奥库斯核潜艇计划也就是在美英澳3国军事同盟机制下，由英国和美国向澳大利亚部署并提供攻击核潜艇的相关规划。
按照布里格斯的说法，特朗普在上台之后，放弃与欧洲的长期联盟关系，以及放弃支持北约和乌克兰的行为，导致澳大利亚未来的核潜艇供应可能会出现新的问题。于是有必要对其进行根本性审查，避免受到美国和英国方面优先事项的变化，以及军费预算短缺的影响。此外，布里格斯认为，对于澳大利亚的地缘和战略需求来说，英国设计的奥库斯核潜艇太大太贵了，而且可能无法在短时间内交付，从而造成进一步超出预算，所以需要选择 B 计划，也就是从其他有能力提供核潜艇的国家，比如法国。这就有点离谱了。当年法国与澳大利亚签署了一笔贸易订单，向澳大利亚提供短期苏鱼级潜艇，这是法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订单。不过还没高兴太久，美国就以提供核潜艇这种更具诱惑力的方案，把这笔贸易订单半路截胡。2021年，澳大利亚取消短期梭鱼级潜艇的订单。短期梭鱼级属于法国续福伦级核潜艇的简化版本。如果澳大利亚直接向法国求购续福伦级，技术层面障碍较小，只是经历过放鸽子事件后，澳大利亚海军再想从法国购买核潜艇，法国还不一定愿意。而且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法国也面临产能问题。与澳大利亚的合同破裂之后，法国的海军集团开始转向国内市场，推动 SNLE 3G 新型战略核潜艇项目，还参与了法国海军的下一代核动力航母计划。二者都是优先级很高的重点国防项目，或许没办法顾及澳大利亚的需求。当然，如果澳大利亚回归常规动力方案，那就不止短期梭鱼级可以选了。按照海军新闻的说法，目前呼声比较高的就是日本的苍龙级、大鲸级，德国的212A 型和214型，以及韩国的 KSS 3型。西班牙和瑞典虽然也有建造常规潜艇的能力，但缺乏出口经验，不在考虑范围，就看澳大利亚海军怎么选了。英国威尔士亲王号航舰新成员无人机运输中队首次部署印太。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英国皇家海军的威尔士亲王号打击群近期将访问印太，这是英国时隔4年再次派遣部队执行远洋部署。除了舰载直升机 F-35，还有一批新成员会跟随英国威尔士亲王号来到印太，也就是2024年才服役的 T-150无人机将承担一部分空运任务。4月7日，英国皇家海军宣布，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打击群将于本月部署印太，其中包括9架 T-150无人机，分担有人直升机的运输任务。这是英国航母打击群首次将无人机部队带入任务编组，任务则是运输一些小型物件，比如食物包裹和工程零件等。一般情况下，航母打击群的运输任务中，大概有95%的物资重量都不到50公斤，而 T-150完全可以执行运输任务。2024年8月，英国皇家海军接收 T-150，该无人机由英国马洛伊航空公司研发，单机最大载荷68公斤，最大航程45公里。这点主要取决于载荷，不过对于舰船之间的运输，无论带多少都足够。执行任务时 ，T-150的基本编制为2人，一名无人机操作员和一名指挥单位监控手，可以自主飞行，也可以由操作员手动控制无人机，将货物运送到指定地点。这项工作将由英国皇家海军第700X 航空中队的12名士兵来执行，并从打击群中的3艘舰艇中试行任务。在此之前 ，T-150已经执行过类似的运输任务，但那是在陆地上进行，这次则是首次海上部署，具体发挥如何，火力军持肯定态度。2021年7月，英国海军就在一次行动中测试了 T-150无人机的实际性能，用其营救一名落水水手。之后，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也测试这种无人机用于运送水下航行器与军事装备，并且早在2022年，英国就已经援乌 T-150进行实战测试。与传统的运输直升机和重型运输机相比，使用 T-150的好处很多，比如体积小、重量轻，可以随时运送用于作战人员的医疗、食品。在战场之上也能降低被敌人发现的可能，即使被击中也不会造成人员损失，并且维护成本相当低。除此之外， T-150美军陆战队后勤营的测试机种，并已投入多场实战演训，可见其性能。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美伊在阿曼进行的核协议谈判结果会如何？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视频看到最后，大家也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